我秦墨，一个连姓氏都不被承认的私生子，今天将迎来命运的转折，或是彻底的深渊。百年难遇的全属性御兽天赋。现实的耳光来得更快更狠。陆晨，我那个名义上的弟弟，带着苏婉儿和他的跟班，堵住了我的去路。听着真唬人。不过秦墨，你母亲是个下等人，你买得起最低阶的契约卷轴吗？秦墨，认清现实吧，天赋不代表一切，没有资源的你，依旧什么都不是。跟着你，我看不到未来。你们，对了，秦家从未承认你这个污点，滚出天风城吧，废物！天赋改变不了出身，更改变不了人心中的成见。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那个肮脏的、不配拥有任何好东西的私生子。为什么给了希望又要彻底夺走？我不甘心！检测到宿主极致的不甘与愤怒，符合最强御兽返祖系统，绑定条件绑定中，100%绑定成功。本系统可将任何潜力低微的御兽，通过返祖之路进化至其血脉源头的最强形态。新手任务发布，寻找第一只契约兽，不限种族与潜力。任务奖励：新手礼包1份。第二天黎明，我在散发着腐烂气息的草丛里找到了它，一条最普通、最孱弱、人人可以踩死的青毛虫。我看着它，心中翻涌的不再仅仅是愤怒，还有一种近乎毁灭般的决绝。既然世界认定我是废物，认定我只配拥有最垃圾的东西，原始的血气带着我所有的屈辱、愤怒和不甘，与这条微不足道的小生命联系在一起。丁，契约成功，原始血气，契约兽青毛虫初始形态。扫描完毕，可返祖路径：虚空青龙，神话传说集。是否开启返祖培养？开启。陆晨、苏婉儿、秦家，所有视我为蝼蚁的人们，你们给我等着！你们抛弃的垃圾将会成长为遮蔽你们所有天空的巨龙，而这一切就从这条你们连看都懒得看一眼的青毛虫开始。从今天起，我叫你青灵，要么见证奇迹，要么彻底死心，没有回头路了。这是铁甲，成功了，竟然真的成功了。当前形态：铁甲青虫，幼生体，高阶，技能更新，铁臂，被动物理防御提升。我们不再是任人拿捏的软泥，谁也别想再轻视我们。进化完成了，但只是第一步。这身甲够硬吗？得马上试试，实战才是检验实力的唯一标准。这种华而不实的招式，在生死面前不堪一击。哟，秦墨。这就是你那宝贝全属性御兽？哼！青灵，要不要让我的藤蔓蛇教教他什么叫实战？和那天一样的目光，充满了轻蔑与嘲讽。抓住机会，贴近他，不给他反应的时间。他在挑衅，正好用你来磨磨我们的利爪。这就是轻视我们的下场，这才只是开始。陆晨、苏婉儿，所有看不起我们的人，你们的噩梦才刚刚降临。秦墨同学，下课后来我办公室一趟，你的契约兽很有趣。这话是赏识还是怀疑？如果我没看错，你的铁甲青虫防御力和咬合力都远超同级，甚至接近某些战将级幼崽。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契约并培养的吗？回导师是偶然在城外草丛发现的，契约用的是最原始的血气，培养只是用了些普通的露水和树叶。血气需要极强的精神契合度。秦墨，
你的全属性天赋潜力巨大，但前期需要更多资源支撑。学院任务大厅有一些低级的材料收集或护送任务，可以赚取积分兑换资源，不过要量力而行，注意安全。谢谢导师指点。暂时过关，但他的关注本身就是风险，以后做任何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必须更快变强，只有足够强，才能不被他人掌控命运。得尽快去任务大厅。秦墨，今天算你运气好，不过别得意，下周的野外生存实训我们一组，到时候希望你的大铁虫还能这么硬气。阴魂不散，走到哪里都能遇到你。既然躲不开，那就正面迎战，想在没有规则的地方清理我。野外实训嘛，青灵，我们要更快变强才行。陆晨，你太天真了，野外才是我们的主场，这场你定的游戏，我奉陪到底。导师果然没说错。幽暗森林，连灵兽都带着警惕。陈峰的岩壳龟，孙茜的荧光草，都是防御与辅助型，龟甲厚重，草光微弱。菇群茂密的异常，像诱饵，动作快，采完立刻撤离。有东西在暗处看着我们，青灵，扩大侦查范围。青灵，保持连接。路径已记录，暂无危险。陆晨，会不会今晚就动手？首页模式启动，环境监测中，检测到多目标接近。青灵，准备战斗。目标锁定，钻地术乘2。龟壳能防住，但坚持不了多久。秦墨，有人让我们给你点深刻教训，乖乖躺下吧。成，但要尽快解决。草光虽弱，但也能争取时间。袭击者身份未知，关联目标陆晨。青灵，铁臂。青灵，预判他的变相，又啃咬。速度差太大，咬不中。检测到远处观测，点成3。青灵，拦住他，用你能用的任何方式。检测到未知能量编织，技能领悟中。技能生效了，地鼠还没退，龟龟反击。岩壳龟用10次。钻地鼠撤退，撤。袭击者撤退，威胁解除。检测到高阶能量残余，身份匹配。木青导师，秦墨，刚才那是什么技能？我好像看到风狐自己撞树上了。契约兽领悟新技能圈月丝，主动消耗精神，构筑微小空间褶皱，干扰位移轨迹，可形成短暂障碍。可能是青灵的天赋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只能这样回答了。今晚好好休息，明天返回学院。千月丝系统，这就是你说的潜能吗？陆晨，这只是开始。风闻鸟为羽，系统需要的材料积分高的离谱，任务大厅的普通任务积分太少了，青灵需要更快成长，必须找到其他途径，必须找别的路子，哪怕危险。地下渠道风险高，但效率显著。重置乐园、黑水巷，听高年级提过，地下斗兽场赌命换资源的地方，纸边缘都破了，藏得这么隐蔽，正合我意。肮脏、狭窄，连空气都带着危险的气味。环境扫描中，多道目光注视。规矩懂吗？只分胜负，不论手段。入场费10个银币，
赢了抽1成，输了可能赔上你的灵兽。正合我意。血腥味、汗味、嘶吼声，这就是地下世界。找到擂台，登记，赢。形态切换完成，能量波动已伪装，防御特性提升。火焰喷射，正好试试晶体折射，偏转方向制造混乱。就是现在，撞击。对手能量模式已记录，防御策略优化中。关注度上升，建议保持低调或调整战术。赔率开始变了，太顺利，反而让人不安。检测到高阶能量观测点，身份不明。大人，这个铁壁和那只蛹有点邪门，防御强的不合理，还能折射能量攻击，是不是？查一下这个御兽师的底细，不要打草惊蛇。如果真有价值，或许可以吸纳或者处理掉，把那只灵兽弄过来研究。钱到手了，该走了。至少有3道目光，带着恶意。本次行动完成，获得资源已记录，新增危险目标：东茂人，身份未知。进化完成，形态裂空蝶，技能更新，次元切割。此刃所及飞斩血肉，可断空间，万物在这道裂缝面前，皆如绘于纸上的图画，被轻易的一分为二。终极技能次元爆，可短暂的静止时间找到其弱点。以后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以后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青灵，记住我们的节奏，也记住地下斗兽场的那些生死瞬间。苏瓦尔，月光蝶很漂亮，比赛开始。但美丽往往是最致命的伪装。月光蝶，幻光舞。视线被干扰了，是幻术场。警告：陷入幻术领域，建议启用空间波纹侦测。精灵，相信你的感觉，用翅膀去听风，去看空间的涟漪。精神连接同步率提升，空间涟漪定位中。左上3米，次元切割。目标锁定完毕，技能释放。目标命中，幻术领域解除。结束了。齐墨，你的蝶怎么会？齐墨，你的蝶怎么会？他想知道青灵的秘密。他叫青灵。我们都在努力活下去，变得更强。检测到高低翼目标，路程威胁等级上调。给我盯紧他！嫉妒大比，我要亲自把他和他的破虫子碾碎。赢了一场，还有无数场。血脉感悟是什么？血脉感悟，辅助契约兽深度觉醒，血脉全能的特殊功能，需收集特定属性灵兽的本源进化材料，通过系统转化引导契约兽感悟对应属性的空间法则，解锁或强化血脉技能。本源精华材料比普通材料更稀有珍贵，看来地下斗兽场和学院任务都得更加关注这些特殊物品了。获取难度极高，
需多渠道并行。收集幽影猫的利爪10对。幽影猫是暗属性，速度快，利爪可能蕴含微弱阴影能量，但不算本源精华。协助药师林老进入微风山谷采集蓝雾花3天，要求御兽具备一定抗风或飞行能力。报酬：积分级可能获得风纹鸟的退羽，非本源尾羽，效果较弱，若干。虽然不是纯粹的本源尾羽，但至少沾边。又回到这里了，铁臂这名头有点用了。这个怎么卖？流风晶石碎片，真正的边角料，里面那点风之精粹稀薄的很，50个金币，不二价。就这点精粹要50金币，真是稀缺，但没得选买了。获得流风晶石碎片，低纯度。警告：交易过程引发多方关注。碎片里这点风之精粹稀薄的可怜，但总比没有强。检测到蕴含风属性能量的材料，低纯度，可用于辅助风之空间感悟，是否使用？是。小青，我们一起试试。引导他，感受它。引导他，感受它。赤翼的波纹活过来了，成功了，虽然只提升了一点点。风之空间感悟度提升1.2%。裂空蝶小青对气流感知小幅增强。千叶丝技能消耗降低5%，释放速度提升3%。千月丝确实变强了，路是对的。怀揣这点希望往回走。不对劲，阴影在动，被跟踪了，是黑市的人，不能回头，不能慌。小青，藏好绕路，甩掉他们。终于回来了，背靠门板才算喘口气，但危险没走远。窗外的每一片影子都像眼睛。木晴导师给的护身符，或许很快就要用上了。青灵，我们得更快、更强才行。铁臂就是那个带着奇异金庸和蝴蝶的小子，查清楚底细了吗？回执事，暂时只查到是第3御兽学院的学生，但似乎有些天赋。他买走了那块流风碎片。学生能有那种防御和空间折射能力的虫系灵兽可不多见。他那蝴蝶的切割力也不寻常，上头对特殊血脉和异常进化很感兴趣。发布一个观察级悬赏，持续关注秦墨及其御兽动态，尽量收集战斗数据，评估价值。暂时不要惊动他。是。那观察令？按规矩送一份过去，让他知道我们注意到了就行，看看反应。来了，果然找上门了。这冰冷的感觉，还有这个阴影侧脸的刻印，是木晴导师提过的暗影格，他们像影子一样缠上来了。暗影阁的观察令，他们注意到你了。导师，这个暗影阁，一个盘踞在天风城阴影里的组织，触手很深，行事准则只有利益和力量。他们热衷于搜罗奇特的御兽，珍稀材料、古代遗物，或者有特殊天赋的御兽师，手段并不光明。你最近是不是接触了什么东西，或者其他的？购买流风碎片和在地下斗兽场赚取资源。唉，斗兽场那种地方本就是鱼龙混杂，被盯上不意外。流风碎片虽然不算顶级，但也勾起了他们的兴趣。短期内他们可能不会直接动手，但一旦他们认为你威胁太大，情况就难说了。那导师，我该怎么办？
首先，近期尽量保持低调，减少单独外出，尤其不要再轻易涉足地下斗兽场。其次，提升实力是根本。你的裂空蝶潜力很大，但对力量的运用还很粗浅。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申请一间训练馆的密室，进行一些针对性的特训，至少让你有更强的自保和应对能力。谢谢导师。先别急着谢我，特训会很辛苦，而且只能教你技巧和知识。真正的危险需要你自己去面对和判断。记住，任何看似巧合的机遇或靠近你的人，都要多留一个心眼。你的裂空蝶技能偏向空间切割和干扰，面对实力接近或略高的对手有效，但若遇到防御极强或拥有大范围持续攻击，或速度远超你们的敌人，就会陷入被动。今天的第一课，极限闪避与空间感知。追风天马会以不同速度和方式攻击你和青灵，你们不能反击，只能闪避和防御，目标是坚持一炷香时间。青灵，千月丝干扰他路径，预判一炷香终于撑下来了，身体像散了架，但对空间的感知好像真的清晰了一点。不错，后期你们已经能提前预判部分攻击轨迹，青灵的千月丝运用也更加灵活，甚至尝试干扰天马的冲刺路径。记住这种感觉，休息一下，明天继续。谢谢导师。内容是如何在被压制时，创造并抓住转瞬即逝的反击机会。这瓶药剂，这份特训是黑暗中递来的光。青灵，我们得抓住它。今天是创造反击机会，危机没有解除，但至少我在向前走。今天训练功，在绝对劣势下，如何寻找那唯一可能存在的胜机，并一击制敌。比昨天的闪避更严苛，这些模拟环境、重力、火焰、泥沼，都是为逼出那一次机会。我会用精神力模拟不同属性、不同方式的压制性攻击。你和裂空蝶需要在这些干扰下分析攻击源的弱点，节奏间隙，并用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攻击指定靶心。记住，你们只有一次反击的机会，一旦失败或超时，就算训练失败。只有一次机会，失败或超时就算输，压力巨大。但这正是实战中最真实的写照，必须找到那个节奏间隙。身体好沉，连思维都变慢了。精神冲击像潮水，一波接一波，不能硬扛，必须感知它的频率。找到了波动最低点，就是现在。青灵上，环境压力解除，成功了，虽然差点虚脱。高温、刺痛、烦躁，根本静不下心。又失败了，这种持续干扰比强力一击更折磨人。又失败了，这种持续干扰比强力一击更折磨人。老师，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干扰比单一强大的攻击更难对付，有没有办法能暂时隔绝或削弱这种影响，哪怕只是一瞬间？问得好，这正是我要引导你思考的。你的裂空蝶拥有空间天赋，空间不仅仅是切割和位移。想一想，千月丝扭曲了空间路径，那么是否有可能将空间的力量用于防御或隔绝？哪怕只是很小范围、很短暂的时间。将空间力量用于防御，用千月丝编织一个环绕自身的空间茧，想法很大胆，但值得一试。青灵，如果我们不把丝线用来改变外物的路径，而是将它紧密交织，环绕在我们自身周围，形成一个微小的、扭曲的空间茧会怎样？又失败了，别急，调整频率，再来。
清灵，改变能量输出，尝试在周身交织。成了，成了。这层涟漪虽然很淡，测试一下光束被偏折减弱了。技能形态重构推演中，新构想念能量偏折护盾生成，正在尝试实体化。系统确认了是新的防御技能雏形，就叫涟漪护盾吧。虽然还很弱，但路走通了。累坏了，但值得。新的一天，季度大比也越来越近。清灵，休息一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季度大比，真是盛况空前。天风城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各位同学，今日你们以最严整的步伐踏入这片竞技场，这是荣耀的开始。你们肩负着学院的期望，也承载着属于自己的未来。请铭记，真正的强者不在乎天赋，而在于不惧。环境扫描，检测到多处高阶能量反应，新隐蔽观察点，威胁评估动态更新中。这不仅是学院的荣耀，更是天风城的未来。现在，我宣布，季度大比正式开始。舞台很大，目光很杂，必须步步为营，必须步步为营。季度大比不仅是学院学生的竞技场，更是天风城未来力量的展示台。无数目光汇聚于此，其中不乏审视、期待以及阴冷的窥探。清灵，我们得小心，这里是舞台，也是放大镜。赵莽，那个漆了岩石巨蜥的猛人，防御力在1年级里可是顶尖的。秦墨的裂空蝶攻击诡异，但面对那种铁疙瘩，怕是不好破防啊。陆晨也在盯着，这一路都不会轻松。兰陵鳄，水到冲进，把他冲下去。首战水系兰陵鳄，不急着用切割，先用千月丝扰乱他的节奏。清灵3点钟方向，千月丝。很好，他晕头转向了，就是现在，次元切割，就是现在，次元切割。最后一击，点到为止，保留实力，底牌不能在第1轮就亮出来。保留实力，底牌不能在第1轮就亮出来。秦墨胜。雷音符、音波攻击，千月丝不好直接干扰。雷用符，音波无孔不入。试试木青导师指点过的涟漪护盾，偏转了音波，近身就好办了。新防御技巧涟漪护盾实战验证成功，对能量攻击偏折效率中等。暗处的记录没停。秦墨，你的蝴蝶很灵活，技能也怪。不过我的大岩最喜欢碾碎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哼，4强赛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对的力量。我期待与赵莽同学交手。赵莽，这就来下战书了。他的岩石巨蜥压迫感确实强。这就来下战书了。他的岩石巨蜥压迫感确实强。他的岩石巨蜥压迫感确实强。次元切割的穿透力还不够，或许需要从系统血脉感悟中寻找突破。土属性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核心战术难题确认，对抗极高物理防御。分析解决方案中，关联模块、土质空间感悟待深入。地心石乳、盘龟甲粉这些本源材料，短时间内根本拿不到，常规方法行不通。能不能另辟蹊径？清灵的空间天赋
本质是干涉和利用空间规则。土属性厚重、稳固，其对应的空间是否更倾向于承载与凝固？空间非为空无，亦有其志。厚土之空，沉凝如渊。我想，我明白了。空间也有质地，或许不需要材料，直接去感受土属性空间本身。青灵，不要用眼睛看，用你的空间感知去触摸地面，感受土壤、岩石的存在，感受它们占据的空间，感受这份厚重与稳固。对，就是这样。我好像感觉到了大地内部缓慢流动的能量，大地内部缓慢流动的能量。契约兽对土属性空间产生初步感知，感悟度提升0.5%。成功了，哪怕只是一点点。岩石巨蜥，真正的移动堡垒。比赛开始。大岩，地震波。攻击范围太……飞岩弹。防御太厚，打不动。小青的切割对他伤害有限，我们被一步步压缩空间，这样下去不行。检测到高浓度土属性能量场，激活临时应对协议，能量场干涉。青灵，不要对抗他的势，尝试感应他力量覆盖的空间，吸收那份厚重，让它变得虚浮，空间变脆弱了。他失衡了，好机会！目标左前西甲连接处，全力一击。这一招消耗太大了。秦墨获胜！秦墨获胜！青灵，你感觉到了吗？我们好像摸到新力量的门槛了，但看台上的那些目光更复杂了。青灵，坚持住，我带你去治疗，马上就到医院了，你会没事的。契约兽裂空蝶状态诊断：灵力枯竭，轻度疲劳，无结构性损伤，预计恢复时间12小时。你的裂空蝶恢复力不错，休息一晚，明天决赛应该能恢复大半状态。不过，秦墨同学，决赛对手是陆晨，他的烈焰拳本来就强，恐怕……谢谢医师，我们会尽力的。夜路总是很静，正好想想白天的虚空汲取。如果……等等，脚步声不对，太轻太齐了。秦墨交出裂空蝶，自废契约，可留一命。你们暗影阁果然只会这一套。青灵，连一护盾全开！别让他们轻易近身。千月丝干扰地面单位！千月丝干扰地面单位！他们的配合太快了，影狼和螳螂的进攻几乎没停歇，还有那股压过来的精神力，像石头一样沉。护盾在抖，快撑不住了。随后手臂是火辣辣的疼，影狼的爪子紧接着就过来了。青灵躲不开，衣服被抓破了，胸口突然一热，是木琴导师给的护身符，把影狼、螳螂都弹飞了，得救了。何人敢在学院附近行凶？是导师的声音，他来了，像一阵风，那些黑衣人撤得和来时一样快。是暗影阁的清道夫，专门处理价值未定或需要清除的目标。他们动手了，看来你在他们眼中的价值或威胁评估已经过了某个临界点。多谢导师，又救了我一次。灵符只能挡一次，决赛之后你必须立刻离开学院范围，找个安全的地方隐匿一段时间。暗影阁一旦决定动手，就不会只来一次。
灵符只能挡一次，决赛之后你必须立刻离开学院范围，找个安全的地方隐匿一段时间。暗影阁一旦决定动手，就不会只来一次。里面有些应急的药剂、金币和一张远离天风城的地图。决赛之后不要回住处，直接离开。我会尽量误导他们一段时间。明天决赛我们得赢，输了就没有以后了。青灵，明天一起拼搏吧。上场了。陆晨的眼神不对，太亢奋了。他的烈焰犬火焰也躁动的异常。无论什么手段，战就是。决赛开始。烈焰犬，炼狱火海，给我烧光它！他竟然一上来就用这种规模的招式，火到处都是火，空气在燃烧，视线在扭曲，这火焰的强度不对，他肯定用了什么手段。青灵连翼护盾，感知火焰流动间隙，哈哈哈哈！躲！爆裂火球连发！火海里他还能精准的轰炸，那些火球刁钻的很。青灵的翅膀开始焦了，我的皮肤也感受到了灼痛。这样被动防御撑不了多久。该死！烈焰冲锋！他急了，整个火海的力量都压过来了。青灵，相信我们！空间禁锢，准备最大功率次元爆！准备最大功率次元爆！目标他冲锋的核心点。也好，青灵，相信我们的默契。世界安静了一瞬，然后是刺耳的声音，火海被撕开了，青灵的翅膀碎了，气息微弱的像风中残烛。陆晨失去战斗能力，赢了吗？为什么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医师，快救他！本源空间之力崩溃，生命垂危，快送最高级医疗室！这些词像冰锥扎进心里。快救他！只要能救青灵，我做什么都行。能量舱的玻璃好冷，青灵在里面那么安静。检测到契约兽本源濒临溃散，建议寻找龙血草。李炮声真吵啊！龙血草，无论在哪儿，无论多难，我一定会找到。外伤和能量透支可以慢慢修复，但麻烦的是本源。常规的修复液只能勉强维持现状，无法治愈。时间一长，本源会持续流失，最终……李老，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除非有能稳定并激发它本源血脉的奇物，最好是与其属性相合，位阶极高的生命精粹，比如传说中的龙血草。林老说外伤可以治，但本源在流失。系统，龙血草是什么？哪里能找到？龙血草，沾染纯正龙族精血或长期受龙脉气息滋养而生的特殊灵质，蕴含强大的生命能量与龙族血脉气息，对龙系、亚龙系或拥有龙族血脉潜力的生灵有稳定本源、激发血脉、促进进化的奇效。常生长于古代龙族遗迹、龙脉节点，或曾有真龙陨落之地。根据现有资料库分析，天风城东北方向，距城约300里处的龙眠峡谷外围，存在微弱的古代龙族活动痕迹与地脉异常，有极低概率存在龙血草。警告：该区域存在空间不稳定现象及危险野生灵兽。希望再渺茫也是一条路。青灵，等我。木青导师，我想去龙眠峡谷。我查了一些资料，那里的气息和龙血草的很像，我想去试试。龙眠峡谷学院确实掌握一条通往其外围相对安全区域的路径，偶尔会组织高年级学生进行探索历练。那里环境复杂，偶尔会有虚空能量渗漏，也确有亚龙众出没的传闻。你打算去？必须去。青灵等不起。学院近期恰好有一个探索龙眠峡谷外围的小队名额。必须去。青灵等不起。学院近期恰好有一个探索龙眠峡谷外围的小队名额，有一位资深导师带队，旨在绘制更精确的地图并采集样本。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个名额，但你要清楚，即使在外围，风险也很大。而且，暗影阁的人很可能也在盯着你。离开学院庇护，他们的手脚更容易伸展。我知道，离开学院就是主动走进更深的危险里。但青灵躺在那里，每一秒都在衰弱，我怎么能等？我能感觉到他微弱的脉动。坚持住，我一定会找到救你的东西，然后我们回家。龙眠峡谷外围非游乐之地，
一切行动听指挥，严禁私自离队，严禁内斗。我们的目标是安全探索，采集样本，明白吗？明白。内斗，只要他不主动招惹，我现在没心思管他。我所有的念头都记在这个盒子里，记在前方那片迷雾笼罩的峡谷里。青灵，我们上路了。龙眠峡谷，这气息混杂又原始。我们在此建立临时营地，今日任务分组探查入口附近3公里内的区域，标注地形、能量节点、危险植物及低威胁生物分布。秦墨、陆晨、苏尔，你们3人一组；苏尔，你们3人一组，负责东侧区域，其他人跟我。分到和他们一组，意料之中。也好，少些牵扯。我只想尽快找到线索。这石头暗红色，能量残留，很微弱，但似乎与青灵有极淡的同源感。哈，装神弄鬼，一块破石头而已。有东西，侧后方岩石在动，是岩蛇，借环境伪装，速度好快。陆晨慌了，苏尔在用幻光，效果不大。幸好带了灵符，冰锥符迟滞他。他们在守护什么？攻击不是无目的的。那个石缝，他们好像在守护那个方向。苏尔用月光蝶强光干扰他们头部感知。陆晨，让你的熊撞开正面那条。靠近石缝了，背上盒子在发烫，是青灵。他感觉到了渴望，这是发现空谷幽兰，蕴含微量空间属性能量，可略微温养空间系灵兽本源，效果远弱于龙血草。蕴含空间能量，能温养本源，虽然效果微弱，但这是青灵需要的。踩到了岩蛇退了，总算没白来这一趟。秦墨，刚才谢谢你。谢他，要不是他乱碰东西，怎么会引来那些蛇？随他去吧，现在没空理会这些。雾好像更浓了，得小心回去的路。我简单的跟陈列导师讲了一下我们那边发生的事。空谷幽兰确实有些价值，但并非我们的主要目标。大家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向峡谷内部推进一段距离，那里可能有更稀有的矿石。幽兰的精华引到光茧里了，吸收了光芒，好像稳了一丝，有希望，但这还远远不够。外面的风声像龙吟，营地周围的影子不是错觉，更大的危险恐怕才刚刚开始。手中的幽兰还没放下，盒子却突然剧烈的抖了起来。不对，这不是温阳的反应，是警告。青灵在预警，外面有东西，很近。几乎同时，刺耳的陷阱尖啸就划破了夜空。真的来了，是暗影阁！真的来了，是暗影阁！他们果然追到这里下手了。目标：秦墨及其契约兽，其余人清除障碍。想动我的学生，先问问我的裂地战熊答不答应。陈烈导师怒吼着迎上去，但立刻被2个气息阴沉的家伙缠住。他们的目标是我和青灵，全乱套了。惨叫声和灵兽的嘶吼混在一起，陆晨吓得脸都白了。苏儿在勉力支撑。不能待在这儿，留下去只会把所有人都拖进危险。我刚准备冲出帐篷，给我锁死那顶帐篷，别让他跑了！2道黑影就锁定了我，暗影豹和腐毒藤一速一控。2道黑影就锁定了我，暗影豹和腐毒藤一速一控，配合的天衣无缝，不能硬拼，得冲出去。暗影豹的突袭路线有规律，腐毒藤怕火，
需要制造空隙。我朝不远处那两个惊慌的身影大喊：“陈峰、孙茜，跟我走！”甩出火球符往他们脚下扔，制造混乱，然后头也不回地朝着最黑暗的峡谷深处冲去。快，别停！耳边只有风声和自己的心跳，一直跑到听不见营地的厮杀声。不能停，停下就完了。坚持，都坚持住。才敢在一片岩壁阴影下停下。我们三个大口喘气。陈峰的岩壳龟趴在地上，他疼得直发抖。陈峰立刻蹲下来给他处理伤口。秦墨，导师他们……陈烈导师实力强，暂时应该无碍，但我们留下来只会拖累。暗影阁的目标是我，分开跑或许能分散他们注意力，但我们三个必须一起才有机会。你说的对，前面是岔路，能量感觉完全不对，走这边。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拐进了那条更险的路，没路了。一道光滑如镜的巨大石壁堵死了所有希望，上面爬满了苔藓和看不懂的符文。没路了，上面爬满了苔藓和看不懂的符文。没路了。冷静，秦墨，冷静。我手掌贴上冰凉的石壁，把全部的精神力灌进去。系统界面在脑海中疯狂闪烁，解析着那些古老的结构。检测到古代龙族警戒符文与空间所遗留痕迹，能量节点已枯竭大半，结构不稳定，分析破解就。陈峰，用岩壳龟全力撞击石壁左下角那块颜色稍深的区域。孙茜，用荧光草最大功率照亮右上方第3个符文。石壁上的符文像电路一样亮了一下，然后就在我们眼前悄无声息地划开了一道缝隙。快进去！我们三个手忙脚乱地挤进去。石壁在身后迅速合拢，将一切喧嚣隔绝在外，暂时安全了。但这里恐怕也不简单。这时，我感觉到怀里的养护盒传来一丝比之前活跃的波动。青灵，你对这个地方有反应？我们不能放松，外面的追兵还在，这里面也不知道藏着什么。但至少我们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深处有滴水声和稀稀萧瑟瑟的怪响，通道还在往下，空气又湿又冷。我们还要往里走吗？外面那些坏人会不会进来？外面的符文虽然老旧，但重新闭合后能量似乎稳定了，他们一时半会儿进不来，但我们也出不去，只能往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或者找到能帮我们脱困，甚至救治清灵的东西。通道尽头豁然开朗，是个天然石厅，中央有个干涸的圆池，墙上好几个黑漆漆的洞口，不知通向哪儿。厅顶镶着几块暗淡的月光石，地上散落着朽木工具和细小骨骸等等，池边有拖拽痕迹，很新鲜。小心，这里可能有东西。孙茜的荧光草不小心照到池子中央一块凸起的石板，3个洞口里同时传来石头摩擦声。3尊2米高的岩石傀儡走了出来，眼眶闪着红光，锁定我们。跑！岩壳龟顶住一尊，被打得连连后退。荧光草的迷惑光线对石头无效，另一尊恢复砍向孙茜，我扑过去推开他，自己被弹开。陈峰，让你的龟撞击左边那尊石像的膝盖后方。孙茜，光照右边石像的头颈连接处。我自己冲向正面石像，将一枚刻着脆弱符文的金属片贴在他手臂关节，符文微光一闪，3尊石像关键部位同时裂开，哗啦啦散成碎石。3人虚脱坐倒。走到机关石板旁仔细看，石板周围有一圈凹槽，似乎要注入不同属性能量。检测到下方存在较强的龙脉气息，其龙血草特有生命波动。下面可能有我们要找的东西。检测到下方存在较强的龙脉气息，其龙血草特有生命波动。下面可能有我们要找的东西。下面可能更危险，你们留在这里接应。如果1天后我还没上来，或者外面的人闯进来了，你们就自己想办法，看能不能从其他洞口找路。荧光草还能照亮，我们一起来的，一起下去。不行，启墨，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我的龟还能扛。沿着陡峭湿滑的阶梯向下，温度升高，空气中腥甜味、龙血草气息越来越浓，还混杂着大型生物巢穴特有的气味。阶梯尽头隐约传来沉重的带回音的呼吸声，像巨兽沉睡。我的心提了起来，但养护河里小青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陈峰和孙茜紧跟身后，岩壳龟警惕断后，未知的危险与渺茫的希望就在前方。阶梯尽头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洞顶的钟乳石发着幽光，地面湿润。我一眼就看到了水潭边那些赤红的植物，龙血草，终于找到了。可它们旁边
盘踞着一座山，一头身长超过8米的地脉犀龙正在沉睡。秦墨，我们回去吧，打不过他，他会杀了我们。我死死盯着龙血草和犀龙，大脑飞速运转，距离、角度、风向，右边石缝那2株是唯一的机会。我深吸一口气，用最冷静的声音说：“右边石缝那2株是唯一的机会。”我深吸一口气，用最冷静的声音说：“我们不能硬拼。”看到那些龙血草生长的地方了吗？离那头犀龙有点距离，尤其是右边石缝那2株，它好像在深度沉睡。我们或许有机会偷偷踩了就跑。太冒险了，万一他醒了。必须试试。陈峰，你的岩壳龟防御最强，等会儿如果我被发现了，你和孙茜立刻往我们来的阶梯跑，不要回头。孙茜，用荧光草准备好最强光，必要时照他的眼睛，争取时间。我躬身贴壁，脚尖点地，像一道没有重量的影子滑向第1株龙血草。陈峰和孙茜在后面看着，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第1株踩下来了，根茎断裂的声音轻得像叹息，放入玉盒，继续。然后是第2株、第3株，都很顺利。玉盒渐渐满了，我挪向水潭边那株最饱满的，我的手指刚碰到叶片，犀龙的呼吸停了，它睁眼了，金色的树瞳冰冷地盯着我，下一秒震天的咆哮，龙威混合土属性灵压，压得我几乎跪下。秦墨，快跑！陈峰指挥岩壳龟冲上去，可犀龙只是随意一甩尾巴，就将岩壳龟抽飞，重重撞在石壁上，重重撞在石壁上。犀龙低头，血盆大口在我头顶张开，我眼中闪过决绝，反手抓出养护盒，将里面剩下的所有材料，空谷幽兰精华，刚刚采的龙血草，全部粗暴地塞进小青的光茧，同时血脉，我将自己的谁才是真正的龙，不顾一切地灌注进去。光茧骤然爆发出璀璨青光，一股虽然稚嫩但位阶极高的龙族威压扩散开来。正要咬下的犀龙动作猛然僵住，树瞳中流露出本能的恐惧，颤抖着向后缩去。我趁机抓起玉盒和光茧，踉跄后退。陈峰，孙茜，走！拼命逃向来时的阶梯，背后传来犀龙不甘却畏惧的低吼，但他没有追来，冲回第1厅室瘫倒在地，剧烈喘息，心有余悸。陈峰趴在地上咳嗽，孙茜抱着暗淡的荧光草失神。光茧散发着稳定而强大的脉动，青光温润流转，龙血草生效了。陈峰抬起头看着光茧，眼中充满震撼。孙茜也望过来，泪水未干，却多了一丝光亮。溶洞深处隐约传来最后一声悠长而遥远的低吼，然后彻底归于寂静。陈峰在给岩壳龟涂抹仅剩的药膏，龟壳上的裂痕触目惊心。孙茜的荧光草光芒暗淡，叶子蜷缩着，而我怀中的青灵正平稳而有力地搏动着。刚才那是什么？你的灵兽。刚才那是什么？你的灵兽。是青灵自身血脉的力量被龙血草激发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出去？外面可能有暗影阁的人守着，其他洞口不知通向哪里。检测到遗迹深处飞龙脉节点方向存在异常空间波动，与天风城荒原出现的裂缝有相似性，但更加微弱隐晦。我的心沉了沉。我们休息后决定探索其他洞口。一个通道里的壁画描绘着龙族与扭曲生物的战斗。孙茜指着壁画说道：“这些怪物好像不是我们常见的灵兽。”我凝神看去，系统界面微微闪烁，给出模糊注释，疑似记载古代虚空侵蚀事件。通道尽头是一个较小的石室，中央有个破损的石台，上方悬浮着一个拳头大小、不断明灭的光球。光球内部仿佛有星河漩涡在旋转，散发着不稳定的空间波动。这个像是某种空间信标或者裂隙稳定器的残留核心，但已经损坏了。光球忽然剧烈闪烁了几下，一丝极其细微的紫黑色裂隙在光球表面一闪而逝，随即光球彻底暗淡，掉落下来，化为虾粉。虽然只是瞬间，但我们都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和寒意。走吧，继续去寻找出口。另一个通道向上有新鲜空气。就在快到出口时，陆晨和苏婉儿从岔道冲出来，狼狈不堪，灵兽状态也很差。双方撞见都是一愣。你们怎么在这里？外面全是暗影阁的杂碎。陈烈导师受了重伤，被他们围住了。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到这边。苏婉儿脸色苍白。秦墨、陈峰、孙茜，我们一起走吧，这里太危险了。我沉默片刻，看向出口方向。
陈烈导师为了掩护我们才被缠住，而且如果暗影阁的人彻底控制了出口，我们也未必能安全离开。你疯了！要去你去，我可不去送死！你们俩带他们从这个出口先走，如果能出去，立刻想办法联系学院或城防军。我回去看看情况，或许能帮上忙，或者找其他机会。这个帮我保管好，如果我没出来，尽量交给木青导师。我让他们迅速离开，自己则收敛气息，抱着光简，沿着陆晨他们来的路小心折返。通道中弥漫着血腥味和能量残留，越往前走，我的心越沉。接近之前营地所在的峡谷区域时，我听到了激烈的打斗声和暗影阁人员的呼喝。不要垂死挣扎，把他和他的主人一起埋葬在这里。我紧咬牙，看着重伤的导师，凶恶的敌人，怀中的光剑，必须决定冒险一搏，还是等待转机。远处的天空更暗了，有雷声滚动。终于赶到了，可这局面比我想象的还要糟。3名敌人，2人主攻灵兽分别为暗影豹和腐毒藤，另一人似乎擅长辅助与控制。御兽是迷音符，不断发出干扰音波，削弱烈地战熊。烈地战熊已是强弩之末，它就像一座快要崩塌的山，硬拼毫无胜算，必须出其不意地制造混乱，救出导师立刻远遁。可是怎么制造混乱？进化虽然未完成，但龙血草的能量已经融合，小青的气息比沉睡强大了许多，能否短暂唤醒，借助那一丝龙威？青灵，我需要你的力量。我将精神力小心翼翼地探入光简。青灵，你能听到吗？你回应了，虽然微弱，但那个意念很清晰，出声的懵懂，却带着毫不犹豫的坚定。就是现在！我将它高高举起，那一瞬间，我催动了全部的精神力，一股无形的威压以我为中心扩散开来。那3个人类的动作同时一致，暗影豹发出一声哀鸣，腐毒藤像受惊的蛇一样蜷缩起来。最明显的是迷音符，那种让人头晕脑胀的音波中断了。烈地战熊压力一轻，他也受到了龙威的影响，动作顿了顿，但战意反而更加高昂。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导师身边，我从怀里掏出那枚一直舍不得用的高级疗伤丹，这是离开学院前林老私下塞给我的保命之物。我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导师身边，我从怀里掏出那枚一直舍不得用的高级疗伤丹，这是离开学院前林老私下塞给我的保命之物。战熊，掩护我们后退！那是什么东西？竟然有如此威压！抓住它！那灵兽和光剑比任务目标更有价值。他们不再执着于击杀导师，而是把矛头对准了我。攻势更加凌厉，暗影豹和腐毒藤开始配合，一个正面牵制战熊，一个从侧面绕过来攻击我。一根毒藤突然从地下钻出，缠向我的脚踝，躲不开了。怀里的光剑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它感应到了我的危机。光剑表面出现了一道清晰的裂缝，青色的光芒从裂缝中透出，越来越刺眼。在所有震惊的目光中，一道青色的身影从破碎的光剑中冲了出来。青灵发出一声清越悠长的吟叫，那声音里带着隆隆的回音。这一次比刚才强了数倍不止。那3个人的灵兽同时僵住了，暗影豹伏低身体，喉咙里发出恐惧的呜咽。腐毒藤直接缩回了地下，连迷音符都差点从空中掉下来。这是蛟不有龙威，是亚龙还是变异的龙种？一定要抓住它！这是蛟不有龙威，是亚龙还是变异的龙种？一定要抓住它！警告：契约兽提前破解，完成不完全进化，引动天地能量反噬小型雷劫，产能量风暴，请立刻远离。我猛地抬头看着那越来越恐怖的雷云，心脏几乎停止跳动。青灵提前破解，进化不完全，引来了天地能量的反噬，难怪系统一直提醒要等待自然破解。是雷劫征兆，撤，快撤！他坚定地挡在我身前，仰头对着雷云发出稚嫩却倔强的低吟。我又看了看昏迷的导师，还有同样被天威震慑的有些焦躁的烈地战熊，必须立刻离开这片区域。我弯下腰，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导师背起来。战熊跟在我身边，那是与暗影阁相反的方向，是更未知、更危险的地方。头顶青紫色的雷霆在云层中翻滚咆哮，像一条蓄势待发的怒龙。终于找到一个能躲的地方，
这个石洞不算大，但够深。我把导师小心放平，导师的气息还是很弱，丹药在起作用，但需要时间，坚持住。战雄守在洞口，像一座不会倒的山。小青在我身边发抖，不是害怕，是虚弱。可他居然在抬头看着洞外的电光。青灵，青灵，外面的雷霆是因你而来的吗？不完全净化引动天地能量反噬，小心雷劫。度过则根基稳固，潜力提升。虚空又将形态彻底稳固，并可能领悟雷属性相关空间技能。失败则可能重伤退化，甚至陨落。不能躲，青灵，我陪你一起扛，但我们必须离开山洞，到更开阔的地方去，不能连累导师和战雄。我看向战雄，用最简单的手势和意念告诉他。战雄听懂了，点了点头。我们冲出山洞，奔向不远处一片碎石滩。刚站稳，第一道雷霆就来了。婴儿手臂那么粗的青紫色电光，青灵，连一护盾，全开！我疯狂催动精神力辅助青灵，瞬间把小青的鳞片烤得焦黑。七月兽承受雷劫洗礼，肉身与空间本源得到淬炼。他在引导体内虚空能量，一道比一道粗。第三道雷落下时，涟漪护盾彻底碎了，青灵暴露在雷霆下。同时，我挺身挡在小青上方，激发了身上最后一张终极能量护符。我喉咙一甜，血喷了出来。但这一瞬间的阻挡，给青灵争取到了调整的时间。他猛地把我护在身下，主动迎向第四道雷霆。雷电在他身上炸开，皮开肉绽，鲜血飞溅。可他龙目中的光芒越来越盛，吸收淬炼之力的速度更快了。青灵，感受它，雷霆也是空间撕裂的一种，用你的空间天赋去理解，去引导，不要只硬扛。第五道最粗最大的一道雷霆来了，小青没有再用身体去接，一个微小空间漩涡浮现，雷霆撞进漩涡，被牵引，被撕扯，被分化。七月兽领悟技能雏形，虚空导引，主动，可偏折，分化部分能量攻击，尤其对雷电、风暴等具有空间撕裂特性的能量有一定特效。一道七彩霞光掠过峡谷，洒下蕴含精纯生机的甘霖，雨滴落在小青伤痕累累的身体上。奇迹发生了，她身上的青色鳞片变得更深邃、更坚固，隐隐有雷纹流转。我也被霞光甘霖滋养，伤势缓和了不少。小青蹭过来，她传递来的意念里满是感激和变得更强的喜悦。战雄发出低沉却欣慰的吼声。伤痕累累但神采奕奕的小青和同样带伤却目光灼灼的我并肩站着，让霞光洒满全身。远处山洞方向传来战雄沉稳的吼声，劫后余生，青灵，我们真的一起走过来了。甘霖治好了大部分伤，还有些皮外伤，简单处理一下。小青的鳞片也重新长好了，雷劫没白挨。战雄驮着导师走在前面，导师还没醒，但呼吸稳了。战雄自己也伤得不轻，可他一步都没慌。小青陪在我身侧，渡劫之后，他对空间的感知敏锐了很多，一直在帮我探路，提前预警。辛苦你了，大家伙，我们这就回学院。他低吼一声，像是在说：“主人交给我，你放心。”选了相对安全的路径往回走，雷劫动静太大，方圆几十里的灵兽恐怕都被惊动了。果然，几只狼循着血腥味摸过来，眼睛里闪着红光。但青灵只是低吟一声，龙威放出去。战雄虽然受了重伤，但余威还在，两种威压把他们吓得夹着尾巴就跑了。渡劫后的龙威已经有了真正的压迫感。青灵，你真的变强了。快出峡谷了，暗影阁的人不会轻易放弃任务，也许还在附近守着。青灵突然昂头，发出低沉的警告：“有人！”前方树林里影影绰绰，是城防军的志士轻甲，为首的是赵峰、赵莽的哥哥。他看到我们时，眼神明显震了一下。秦墨，是你发出的求救信号。陈烈导师情况如何？这位是……他声音沉稳。我们遭遇暗影阁袭击，陈烈导师为保护学生重伤，我侥幸契约兽进化，并引动雷劫。暗影阁竟敢对学院导师和正式学生下此毒手，此事城防军必定追查到底。陈烈导师需立即送回学院救治。秦墨，你也受伤不轻，随我们一同回城。你的蛟龙灵兽最好稍作掩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轰动和
寄予。他递过来一件宽大的斗篷，我接过来，披在小青身上。她没有躲，只是抬头看我，那双树瞳里有一点委屈。放心吧，我会保护好你的。到了城里我们就安全了。上了城防军的驼兽车，车轮驾过碎石，夜色笼下来。赵峰坐在对面，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秦墨，我弟弟赵茂拜于你守候，对你颇为佩服，常提起你那奇特的裂空蝶，没想到短短10日，你竟有如此际遇。这蛟龙潜力无穷，但你要小心，天风城并非太平之地，安隐阁不会善罢甘休，一些家族心思也难测。多谢赵队长提醒，我只想治好导师，提升实力，并无意卷入纷争。有时候纷争会自己找上门，你如今展现出的价值本身就会吸引目光。不过城防军欣赏有潜力有担当的年轻人，若遇麻烦可来寻我。我点头道谢。车队在夜色中安静前行，导师被紧急送入最高级医疗室，林老亲自接手。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门关上，战雄也被带走了。他看了我一眼，那双疲惫的眼睛里没有怨，只有忠诚。他守护了导师10几年。木青导师匆匆赶来，衣角还带着夜风的凉意，看到我安然站着，他明显松了口气。你果然做到了，不仅找到了龙血草，这气息是角，不是蕴含纯正龙威的虚空右角。若无导师相助，我早已命丧峡谷。是你自己的造化与毅力。不过你这次闹出的动静不小，暗影阁损失了人手，还让你成功进化，他们不会咽下这口气。学院会加强戒备，但你个人出入必须万分小心。青灵的存在暂时不宜公开。陈烈性命无碍，但内伤很重，需要长期静养。他那头战熊伤势更重，本源受损，恐怕要跌落境界了。战熊是为了保护主人才受此重伤。学院会调配凝神草帮他稳住根基，虽无法重返巅峰，却能保其性命安度余生，也不辜负他的忠诚。卸下斗篷，小青在房间里舒展身躯，雷劫的伤痕还留在鳞片上，但她神俊非凡。暗影阁、陆晨家族还有其他可能出现的势力，青灵，我们要更快变强才行。接下来一边养伤，一边巩固你的新力量。系统里应该还有更多关于龙族血脉和空间能力的知识。窗外天风城的灯火星星点点，像散落人间的星子。夜色温柔，但我知道温柔下面是汹涌的暗流。远处有人在秘密传递着什么，密报上会写什么？秦墨疑似获得龙血草，契约兽进化为拥有龙威的蛟类。今夜之后盯上我的人只会更多，但我不怕。青灵在身边就没什么可怕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父亲对着我的密报做了很久，几位族老都在，各怀心思。家主，此次竟有如此契约，龙血草、蛟龙灵兽，此乃天佑我秦家，必须立刻将他接回，立为少主，倾力培养。假以时日，我秦家必能更上一层楼。接回，别忘了他的身份。私生子，且与臣儿结怨已深，接回来是嫌家族不够乱吗？再者，他那灵兽引来雷劫，闹得满城皆知，安隐阁因此折损人手，已将他视为眼中钉。接他回来，岂不是引火烧身？他的天赋和潜力毋庸置疑，但心性如何？对家族是否有归属感？当年之事，他心中岂无怨恨？家主，可先是好，给予资源，缓和关系。毕竟是秦家血脉，如此人才流落在外，被他人招揽或毁掉，才是家族最大的损失。先派人以我的名义送一份厚礼过去，表达关切之意，其他容后再议。
其他容后再议。只是行动失败，折了3个好手。那秦墨的灵兽进化为角，还引动了雷劫，实力大涨。陈烈重伤，但被城防军救回。我们废物。不过蛟龙、雷劫价值更大了，但硬来不行了。那小子现在肯定被学院和城防军盯着，改变策略，从长计议，查清楚他的一切社会关系、喜好、弱点。另外，渗透进学院的眼线，想办法弄清他那蛟龙的具体能力和成长状况。是，还有陆家那位少爷陆晨，似乎对秦墨恨之入骨，或许可以利用。哦，有意思，接触一下，但要隐秘。学院高层已经知晓你的事情，鉴于你的表现和潜力以及面临的威胁，学院决定：一、授予你本年度特殊贡献奖学金及大量积分；二、破格提拔你为预备助教，可查阅图书馆部分珍藏典籍，并使用更高级的训练设施；三、在你实力足够或自愿离开前，学院会为你提供庇护。多谢学院，多谢导师。别急着谢，权利与义务对等。成为预备助教，意味着你需要承担一些指导低年级学生的工作，同时也是对你的磨练。另外，关于你的虚空幼胶，这是我早年游历时偶然得到的一本亚龙种培养手札残卷，里面记载了一些关于龙威运用、龙息修炼以及蛟龙期前能开发的猜想与方法，或许对你有用。记住，知识是力量，但如何运用取决于你。接下来的日子，我把自己泡在书里。亚龙种培养手札和系统里的虚空青龙返祖路径相互印证，像2片拼图终于合拢。青灵该怎么养，龙威该怎么练，空间天赋该怎么开发，我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路线图。青灵在模拟训练场适应新身体，他练习龙息的精准控制，练习把虚空导引和涟漪护盾结合。我还发现青灵对空间属性的矿石和植物有特别的喜好，空谷幽兰、虚空精碎。我用奖学金和积分在学院内部渠道换了不少。训练间隙，他会飞过来蹭我的手，然后继续练习。我看着他，想我们一起会走得很远。关于陆晨的消息是木晴导师无意间提到的，他还在住院，脸色苍白，眼神阴郁。有人伪装成仆役，给他塞了张纸条。城防军的眼线记下了这个细节。陆晨他想除掉我，哪怕与虎谋皮。他甚至想事成之后再摆脱暗影阁，没人知道真相。图书馆密室，我在典籍上认真做着笔记。青灵他在训练场上穿梭。病房内，陆晨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床单，他在等一个他认为能翻盘的机会，那晚子时，月色暗淡，满地是废弃的器材和矿石渣，像一片荒凉的坟场。他心中忐忑，却又怀着某种扭曲的期待。你来了。刀疤执事从一堆废弃傀儡后走出来，只有他一个人，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铁锈。陆晨强作镇定。你是谁？找我何事？我是能帮你的人。陆晨少爷被一个私生子，一个你曾经踩在脚下的人当众击败，夺走荣耀，甚至连心仪的女子都对他另眼相看。这种感觉不好受吧？我们可以合作，我们有办法让秦墨消失，或者让他身败名裂，永远无法翻身。我凭什么相信你？你们有什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秦墨的那条蛟龙，至于你可以得到复仇的快感和我们提供的一些补偿，比如能让你和你的烈焰犬快速恢复甚至变强的资源。你们想怎么做？我不能直接动手，学院和城防军现在都关注他。不需要你直接动手，你只需要做2件事。第一，提供秦墨在学院内的详细作息、常去地点、人际关系。第二，在合适的时机将他引到某个特定的学院防护薄弱或视线之外的地方，剩下的交给我们，或视线之外的地方，剩下的交给我们。这几天我和小青的伤势基本痊愈了，我正在研究手札里记载的一种龙威运用技巧——威压凝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小青尝试释放龙威，我引导她集中，一开始完全控制不住龙威四散，连我自己都被震得头晕。终于在不知道第几次练习时，小青发出一声低吟，击中远处的标靶，标靶内部结构出现了细密的裂痕。七月兽掌握新技能，龙威冲击主动，凝聚龙威进行精神震慑或微弱物理冲击。
这时敲门声响起，我起身去开门。门外是学院指示：秦墨助教，学院交给你一项指导任务，明日带领5名2年级学生前往城西暮色森林外围进行常见木属性灵兽识别与应对实地教学。这是任务详情和学生名单，储物盒里是教学所需的物资和一份简易地图。我接过道谢，然后展开名单。看到第一个名字时，手指停了一下。我没耽搁，拿着任务通知去找木青导师。导师，这次实践任务有陆晨，我担心。暮色森林外围属于低风险区域，学院经常组织此类教学。陆晨伤愈后参与实践也合规矩，你担心他搞小动作？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你的顾虑有道理，这样我会安排另一名信得过的导师在附近区域进行其他教学，暗中照应。另外，把这个带上，记住，安全第一。若发现任何异常，立刻终止任务，发出信号。5名学生准时到齐。我叫秦墨，是你们的临时助教。本次教学以观察、识别为主，非必要不主动惊扰或攻击灵兽。所有人不得离开我视线范围30米，明白吗？明白。知道了。我把青灵从袖子唤出，让它保持最小体型，约莫手臂粗细，藏进特制的宽大袖袋里。它温顺地盘进去。教学进行的还算顺利，我带着他们辨识了几种常见木属性灵兽，讲解习性和应对要点。学生们认真记录，偶尔提问。秦墨助教，我记得那边有一小片荧光菇丛，是月光湖喜爱的食物，或许能观察到月光湖。这也是课本上提到的典型月光属性灵兽。其他学生闻言都露出期待的神色，看向我。我看了看地图，那里确实在安全范围内，但相对偏僻。可以，但大家要紧跟我，不要乱跑。一行人朝着陆晨指的方向走去。森林越来越幽静，光线透过茂密树冠，在地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忽然，袖中的青灵剧烈躁动起来，